第一次来马来西亚，我最期待的地方之一就是这里——马来西亚槟城佛罗山贝，也被叫做榴莲山。在美国吃多了漂洋过海冷冻的榴莲，今天终于来到了槟城，现开现吃，没有退路。第一个吃白玉珍珠，黑刺。听说只要在槟城吃一口榴莲，就会让你对榴莲的标准被彻底改写。更刺激的是，今天我要一连吃4个品种：白玉珍珠、蜈蚣、猫山王，还有压轴的黑刺。问题是哪一颗会让我当场改口说，原来我以前都吃错了？答案就在这座山里，现在就开始揭晓。因为听说佛罗山贝不好打车，所以我们是在槟城当地包了车，然后邀请司机大哥一起来吃榴莲的。我在网上做了一下攻略，我们来的这家叫榴莲庄，非常幸运，老板娘都非常的热情友好。看我们是远道而来，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当地的品种，吃完还带我们一起逛了榴莲山。马来堂哥是谁？黑刺，黑刺。为什么叫黑刺呢？是因为它的皮肤有个刺，所以我们叫黑刺。然后开起来里面有一条心，像我们人的心脏一样，这个叫黑刺。黑刺是槟城的特产和出名的一个品种。OK， 所以这是最新鲜的果子，所以你可以看它饼，对不对？很新鲜。对。所以是裁掉的。这是黑刺最大的果子，2.16，黑刺。黑刺58，这是乳房的果子，A 果。乳房。对对。什么叫猫山王呢？猫山王下面是五角星，这是非常基本的，平常都会是五角星，它也是可以6角，也是可以4角，这是最常见的。然后如何辨认猫山王呢？这边没有刺就是猫山了。你可以看一下2个黑刺。它这边有刺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边没刺，对不对？所以一看就知道它是猫山。所有的品种这边都是有刺的，除了猫山，你看它是平的。它就是那个竖起来的地方没有刺。这边这边是没刺的，所以就很容易辨认。那白玉你是怎么知道它是白玉的？我们是看刺的果形吧，然后它比较轻一点点。一般比较小颗，也有大颗的，也有大颗的，但这个是小颗的。好，小颗也蛮好吃的，因为这样子的话维他命充足。它是白色的，所以叫白玉。对，果肉。38、58、50，就单价是浮动的。对，单价是浮动的，是天天浮动。是天天浮动。这几天的价格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微高一点。但是还是在里面。但是还是比往年我们觉得便宜的。今年吗？为什么？对，我们还是觉得比往年便宜了。往年的话，一个黑刺就要单价68块起跳的。现在是58。对我们来说是便宜了，今年。为什么今年？因为今年果子多吗？还是？有可能整个大环境吧。整个大环境。可以。在老板娘的帮助下，终于选好了我们要吃的榴莲，现在就开始开箱榴莲。黑刺中间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心的。这个是黑刺的标志，中间有这个心。猫山王，它口感会比较浓一点。白玉珍珠是不是这样？白色的有的是叫贾布利亚。这颗白玉珍珠我们差点没吃上，因为这个品种比较稀有，而且是当地特色。我们等了一会儿，正好遇到一颗刚刚运下山的。这个真的很白哈。对啊。吃的顺序要先吃哪个比较？先测的这个1、2、3
哦，先吃白玉珍珠，然后吃黑刺，最后吃猫山王。啊，对。热心的老板帮我们开完这3颗榴莲，又送了我们1颗。这是什么？蜈蚣哦，谢谢。所以它的品种就叫蜈蚣吗？对。哦，谢谢。那蜈蚣要第几个吃比较好？蜈蚣排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排第二 ，OK， 然后3、4。没有1、2、3、4。哦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谢谢。你帮我用我这个相机拿一下，我还可以这样子拍一下。面对我这一大桌现采现开的榴莲，真是太兴奋了。再重新看一下。一堆榴莲。美国那边有榴莲吗？有，但是进口的。对，都是冷冻的。没有那么好吃。肯定没有新鲜的好吃。哎，我这样拿着给那个，这样可以剪。对，吃吧。你那哥吃啊？吃这个。第一个吃白玉珍珠，你看这个。你吃，你做，小心这个刺，很刺的。扎手。啊，从里面掰。第一颗白玉珍珠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颜色很浅，口感很细，更清甜，像奶油加了一点花香，比较温柔不冲，非常适合榴莲入门。这是第二个他们送的蜈蚣，它就是像蜈蚣一样比较细长型的。里面好像还有。哦。这个是有点酸的味道，一点点。一点点酸。蜈蚣的个性会更强烈，味道更浓，苦甜感更明显，尾韵会带一点点回甘。就是比美国的好吃很多。你们平常会去买榴莲吗？会去哪里买？不会啊，我很少吃。很少吃，当地人反而很少吃。对。是不是没了？它是下面还开吗？或者待会儿找他看一下，小心点。哦，还有，啊，它有已经切了一点了。对。对。应该没了。这个多一点水。这个他说先吃这个，这个是黑刺对，黑刺，传说中的好像是最有名的就是黑刺，是不是？这边最有名的。榴莲。哇，它自己就是分开的。它自己好像一块，然后中间它是2半的。啊，也是这样的。黑刺香气很细密，味道很甜润，但又带有一点点优雅的苦韵，整体就是非常的平衡。你吃了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是槟城榴莲的第1王牌了。可惜我在美国市场好像还没有买到过黑刺。是黑刺5房中的其中1房，你看它是很饱满的。后来我就是太好。
是吗？和黑刺比呢？更 creamy。猫山王。来试试看猫山王传说中的。猫山王就是马来西亚最经典的榴莲了，入味浓郁厚重，苦甜香层次很分明，口感绵密偏干，很有存在感。猫山王的核是凹的扁的，其他的核都是圆立的，猫山王的是扁的。对比一下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各有千秋，各有千秋哈。其实我正常吃那个白玉还是挺好的，你它没有这么强烈的味道。对，如果没怎么吃过榴莲啊。对啊，如果不太敢吃榴莲的人，可以先从白玉的吃起。肉还是挺好的，味道感觉没有很大。有些我看它那个气味特别大。是不是比较新鲜的时候，可能气味没那么大，放久了气味比较大。没有气味了。那可能就是有些品种的气味比较天然的气味比较大。有些泰国的是他们直接把它拔下来。哦。如果把那种要标的。哦，这边要等自然焦了。对，这才好吃。你最喜欢哪个？我还是最喜欢猫山王。猫山王很 creamy 的感觉，就是很奶油，感觉那种榴莲本费也吃不了这个。太习惯吧。挺好的。好，吃不了苦啊你。现在来。对，还是猫山王最好吃，所以我们可能是比较喜欢甜的可能。黑刺应该带苦吧？带一点点苦，所以猫山王要最后吃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如果有时候我们用猫来最后吃，有时候我们用黑最后来吃。开国的时候要看它的颜色。来，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 flexible 的，所以未必它是最后的，但是平常的鸡皮它是最后的。那当我们开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颜色这样子，它就是最后的。了解了。我们就是越熟越它不是熟，它的树有可能树身比较老一点点。跟树林有关。对，开起来我们看到有一点黑青的话，是一些老树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帮它。原来是这样。就看树林。哎，那这颗黑刺它是算老黑刺吗？还是算？对我们来说年龄算 OK 的啦，也不是说最老的，对我来说是 OK 的。是多少年大概算？基本上黑刺都是大概30年，有些10多年，有些20多年都有。因为黑刺是200号嘛，其实它是蛮新的品种，它不会50年、60年、70年很少。猫山王最久。黑刺，最后一个黑刺。这次我们在马来西亚真的榴莲当饭吃，从槟城吃到吉隆坡。我的感觉就是猫山王和黑刺都是美女，但是猫山王是第一眼美女，就是你一吃就会被惊艳到，但是黑刺会越吃越香。到后面我们在吉隆坡的时候，有时候还是会想寻找一下黑刺，在离开之前再吃一吃，因为黑刺就是有这种越看越美、越品越香的魅力。一共是270。1、2、3、4。这是我们的菠萝面菠萝面好，对，好，谢谢。榴莲吃撑了，但是我们的佛罗山贝之旅还没有结束。
老板娘要带我们一起去山上逛一逛。山上不仅有榴莲，还有很多马来西亚特别的植物。那下一期影片我们就一起去榴莲山逛一逛。